前几天 AMD 宣布收购一家叫做 Thales 的加拿大公司。如果只看新闻标题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觉得又是一笔 AI 领域的补强型收购。现在大厂收购 AI 的初创公司十分常见，但是这一次不一样。这家公司真正颠覆的地方在于，他们把整个 AI 模型的核心数据直接永久的写入芯片的晶体管里，不是把模型参数加载进内存里，再由 GPU 进行计算，而是芯片本身就是那个模型。他们推出的第一代芯片 HC1， 在单用户推理的场景下，速度可以达到每秒17000Token 的输出，功耗和成本远远低于通用的 GPU。更关键的是，每换一个新模型，他们只需要改芯片最上面的2层金属，大约2个月就能重新流片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 AMD 现在手里握着一种几乎没人认真讨论过的能力，它能够把成熟、高流量、长期稳定的模型变成一种像游戏卡带一样的专用硬件。那问题来了，这种 AI 硬编码的技术到底会成为改变推理成本结构的革命，还是一场难以商业化的豪赌呢？今天我们就从投资的角度拆解 Thales 背后的技术逻辑，以及它如何影响 AMD 未来的估值定价。嗨，朋友们，欢迎来到 Ruby 投资笔记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Ruby。在聊 Thales 之前，我们先看一下 AMD 现在所处的大背景。过去几周 AMD 在市场上的存在感非常的强，几乎占据了科技板块的焦点。第二季度的营收是115亿美元，同比增长了 50%， 其中最核心的数据中心业务直接翻倍，达到了67亿美元。同时，面向 AI 技术设施的 Hellas 机架系统已经进入量产阶段，下半年开始放量。客户方面也非常强劲，包括 Anthropic、微软、OpenAI、Meta 等头部 AI 公司都在加大对 AMD 硬件的部署。所以从表面上来看， AMD 最近赢的是2场仗，一场是规模战，它的营收增长确确实实跑了出来；另一场是客户战，顶级的 AI 公司开始认可它的方案。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现在真正决定一家芯片公司能不能在 AI 时代站稳脚跟的，不是它某一个季度卖了多少芯片，而是它能不能持续降低 AI 的使用成本。因为 AI 时代最大的挑战正在从有没有算力转向算力够不够便宜。尤其是推理，训练模型可以依靠大规模算力集群完成，但是推理才是未来每天都在消耗，并且随着用户增长持续扩大的成本。无论是 ChatGPT、Claude 还是未来各种 AI Agent， 只要用户规模不断扩大，对于 Token 的需求就不会停止。所以未来 AI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很可能就是3个指标：更低的 Token 成本、更低的功耗、更低的延迟。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这期视频我不想再简单的复盘它的财报，也不想重复的讲 Hellas 到底有多强，我想把重点放在8月6日的这笔收购 AMD 收购 Thales 这件事情上。因为如果说 Hellas 是 AMD 用来争夺 AI 基础设施市场的重型武器，那么 Thales 的技术可能就是 AMD 针对 AI 推理成本的一把精准手术刀。它解决的不是如何再卖更多的 GPU， 而是从芯片底层思考，能不能让 AI 推理成本从最底层就变得更便宜、更高效。那后面我也会持续跟踪 AMD 收购 Thales 之后的技术落地情况。因为对于已经持有 AMD 的大家来说，真正重要的不是这项技术听起来有多厉害，而是它什么时候能真正影响 AMD 的订单、利润和估值。这些关键节点呢，我会持续跟踪，影息的信号也会第一时间更新在专栏里，大家可以点击频道主页的链接关注一下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拆解这笔收购背后的产业逻辑，看看它到底值不值得投资者长期关注。为了把 Thales 的技术逻辑讲清楚，我会尽量用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分成3层来拆解，主要就是它到底改变了什么，为什么性能会如此夸张，以及这项技术有没有真正的商业价值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层，它到底改变了什么。要理解 Thales 为什么特别，首先要看现在主流的 GPU 是怎么运行 AI 推理的。无论是英伟达的 H100、H200 还是 AMD 自家的 MI300 系列，本质上都属于通用计算的架构。在这种架构下，模型的参数也就是权重通常存储在外部的 HBM 高带宽内存里。每当用户输入一句话，模型开始生成 Token 时， GPU 都需要不断的把模型权重从内存读取出来，交给计算单元处理，然后进行下一轮的计算。这个过程不断重复，但问题就在这里，大量的时间和消耗其实是消耗在搬数据上，而不是计算上。这个过程就是芯片行业长期面对的内存墙问题，模型越来越大，参数越来越多，数据搬运的瓶颈只会越来越严重。
而 Thales 的思路完全反过来，甚至可以用极端来形容。他们不是让芯片去读取模型，而是直接把模型写进芯片。具体来说呢，就是通过光刻工艺把模型权重直接写入硅片的 mask RAM 结构里。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小时候玩的游戏卡带，游戏内容不是临时加载进去的，而是直接刻在卡带芯片里面。Thales 的芯片也是类似的逻辑，在它的方案里，模型权重不再只是存储的数据，而成为芯片物理结构的一部分。计算的时候不需要反复从外部内存读取权重，而是直接利用芯片内部已经固化的模型完成推理。最终的结果就是传统 GPU 最大的瓶颈，高频率的数据读取和搬运被直接从架构层面绕开，这也是 Thales 最大的技术价值。它不是在现有的 GPU 架构上继续优化，而是从物理层面重新定义 AI 推理。那它的技术价值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？我们来看它的第一代产品 HC1， 这个芯片是采用了台积电的6纳米工艺，芯片面积是815平方毫米，包含了约53亿个晶体管。最特别的是，它直接把 Llama 3.1 这个模型硬编进了芯片里。而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 ，HC1 单用户推理速度可以达到每秒17000 token。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夸张呢？作为对比，同样运行类似模型的时候，英伟达 H200 的速度大约只有几百 token 每秒，而 Cerebras 这种专门优化 AI 计算的晶圆级芯片的方案大约只有几千 token 每秒。所以从纸面数据上来看，这个速度差距非常明显。而在功耗方面，由于模型已经被写入了芯片，所以 HC1 不需要 HBM， 不需要先进封装，更不需要液冷。普通的空气冷却即可运行，这也是它最大的优势。更简单的系统架构带来更低的部署成本。但投资者必须看到硬币的另一面，这种极致优化是有代价的。第一，为了提升效率 ，HC1 采用了比较激进的量化方案，包括 3-byte 和 6-byte 的混合精度，模型输出质量可能会有所下降。第二，它是一颗高度专用化的芯片，模型一旦被写入，就只能运行这个模型。如果为了需要完全不同的新模型，就需要重新设计对应芯片。所以它最大的优势和最大的缺点其实是来自同一个地方，它把软件变成了硬件。那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说，这不就是一个死板的 ASIC 专用芯片吗？ AI 模型迭代这么快，不是很容易过时吗？这有什么商业价值呢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，因为 Thales 真正聪明的地方在于它没有采用传统的全定制 ASIC 路线，它采用的是类似结构化 ASIC 的思路。整颗芯片虽然有上百层的结构，但绝大部分的设计都是固定的。针对不同的模型，它需要调整的主要就是最上方2层的金属连接层。这也意味着从拿到新模型权重到重新完成流片并生产，最快只需要2个月左右。相比于传统的全定制 ASIC， 不仅周期更短，成本也更低，同时它也不是完全失去了灵活性。芯片内部依然可以保留 SRAM， 也可以支持 LoRa 微调，也就是说底层基础模型被固定，但是企业仍然可以加载自己的行业微调参数，实现一定程度的定制化。这种制造方式也为他们获得更多客户打下了基础。总的来说 Thales 做的事情并不是把 GPU 再优化一点，而是换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，把 AI 模型本身从软件变成了硬件。它看起来非常激进，但它解决的恰恰是当前 AI 推理最大的瓶颈之一，内存强。那么接下来更关键的问题来了，如果这种技术真的能够规模化，它会不会改变市场对于 AMD 长期价值的定价方式呢？我们来详细解答这个问题。过去2年，市场给 AMD 的估值逻辑其实很清晰，投资者主要是看2件事。第一是设计中心的业务能不能保持高速增长，第二 AMD 能不能持续从英伟达手里抢到更多的 AI 芯片市场份额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规模增长加市场份额提升的核心故事。MI300、MI350 卖的越多，数据中心收入增长越快，市场就更愿意给 AMD 更高的估值。但是 Thales 的这笔收购带来了一个新的变量，推理成本优势。如果 Thales 的技术未来能够真正落地，并且在高频调用模型相对稳定的场景实现商业化，比如搜索、客服、代码辅助、语音生成等等，那么它解决的就不只是如何帮助 AMD 多卖几张 GPU 的问题，它解决的是如何让客户用更低的成本完成同样的 AI 推理任务，而这会直接影响 AMD 的长期估值逻辑。因为一旦市场开始认可 AMD 不只是一个 GPU 的挑战者，而是在某些 AI 推理场景中拥有独特的成本优势，
那么它的定位就会发生变化，从单纯的英伟达的追赶者升级为拥有差异化技术路线的 AI 基础设施公司。而在资本市场里拥有独特竞争优势的公司，通常会获得更高的估值倍数。尤其是 AI 行业正在经历一个阶段转换，过去几年比拼的是谁能堆更多的算力，未来几年比拼的可能是谁能用更高的效率、更低的成本把 AI 商业化。我们重新看回 AMD 现在手里的2张牌，就会更加清楚这个估值逻辑的转变。首先 Helix 解决的是规模问题，它帮助 AMD 获得大型客户订单，把数据中心的收入做大。而 Talos 解决的是效率问题，它让 AMD 有机会在同样的收入规模下，进一步降低成本，提高利润率，并建立更长期的竞争壁垒。一个决定 AMD 收入天花板有多高，另一个决定利润空间有多大，护城河有多深。那当然，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，就是 Talos 的技术必须真正跑通，它能够被市场真正接受。如果未来发现它只适用于非常有限的场景，或者模型精度、兼容性无法满足大型客户的需求，那么市场最终还是会回到原来的估值逻辑，看 AMD 的数据增长，看 GPU 市占率的提升。但从投资预期的角度来看，这笔收购至少打开了一个新的估值想象空间。AMD 未来的估值不再取决于它能不能追上英伟达卖更多的 GPU， 而是多了一个新的问题，它有没有机会在 AI 推理成本上建立自己的优势。这也是为什么 AMD 收购这件事情值得单独拿出来分析，它不只是一次技术补充，更可能影响市场如何理解 AMD 的长期价值。那既然聊到了估值，我们不妨回到现实世界，我们看具体的数字表现。按照华尔街目前的预期，如果用2026年预计每股收益7.56美元计算， AMD 当前的 PE 大约是在62倍左右。单从这个数字来说的话，并不便宜。但如果用2027年预计每股收益15.46美元来计算，市盈率会快速下降到30倍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市场现在给 AMD 的高估值，本质上是在提前交予一个预期，2027年的利润可能接近翻倍。如果这个预期兑现，那么今天看起来较高的估值会随着利润增长逐渐消化。但如果利润增长没有达到预期，高估值就会反过来成为股价压力。现在大家投资 AMD 更像是在压住 AI 基础设施持续增长，Helix 成功放量以及2027年利润兑现。而 Talos 收购则是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长期潜在变量。所以未来投资 AMD 真正需要关注的其实就2个方面。第一， Helix 的实际出货速度以及 Talos 的商业化进度，这决定 AMD 未来收入增长能不能兑现。第二，2027年的利润能不能接近甚至超过15美元，这将决定当前的高估值是否合理。所以总的来看， AMD 收购 Talos 并不是一次普通的 AI 补强性收购，它真正压住的是一个更大的产业趋势。未来的 AI 模型会逐渐从软件走向硬件化。作为投资者，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框架来判断这笔收购的价值。如果你相信未来 AI 推理会越来越专用化，越来越多成熟模型会通过定制硬件部署，那么 Talos 收购对于 AMD 来说就是一个长期加分项，值得市场给予额外的溢价。但如果你认为通用 GPU 加软件生态仍然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，那么这笔收购的重要性可能就相对有限，不需要因此改变你对于 AMD 的基本判断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关于 AMD 什么时候止跌，哪些指标信号出现才能真正确认趋势反转，这些操作层面的问题我都会同步更新在我的 UP 专栏。那这个专栏里面不仅有 AMD 的专属策略，还有其他重点个股的技术面拆解、行业跟踪和我的最新投资判断，这些都是公开视频里很难完整展开的内容。如果你想比其他人早一步预判 AMD 等个股的后续走势和关键点位的变化，可以点击频道主页的链接加入我们。最后我也想留个问题给大家，未来 AI 推理到底是会走向高度专用化，还是继续由通用 GPU 主导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同时别忘了点赞订阅 Ruby 投资笔记，并打开小铃铛，不错过下一期精彩视频。我是 Ruby， 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一期一会，下期再见，拜。